波天星有多大？这么多球到底哪个球最大？我很好奇。这些球从类型上看主要分为2类，一类是喷天道汇入长门6道班发动的普通版地爆天星，当然班也出的球更大更多。另一类是需要阴阳2种影才能发动的6道版地爆天星。火影里仅有的这2个球都给了辉夜，也是完完全全封印成功没有裂开的2次。好家伙，只有辉夜射伤的世界完成了。地爆天星第一次出现的是喷天道捕捉九尾，鸣人爆出8尾时冲破了球的封印，露出了九尾前半截身体。以前的视频通过鸣人身高计算过超大宇螺旋丸的直径，这个画面还可以算出九尾的直径身高为22.39米，尾巴长度为29.18米。别忘了这只是阳九尾，只有九尾一半的查克拉。画面稍作处理后，可以由九尾嘴部高度计算出圆的直径为50.7米。注意这个画面九尾比球的切面更近一点，根据近大远小的关系，喷天道的地爆天星直径应该大于50.71米。天道的这个球归根结底是长门在控制，长门回头转身后亲自体验了一把地爆天星，结果被右神看穿弱点后直接打了，无法计算大小。班也变成6道班后，直接发动了一场地爆天星雨，一共28个椭圆球，这些球有大有小。鸣人看到后戳起丸子就上了，佐助看到后开启高达也上了。参考以前算的顶部5人柱的高度，可算出须佐剑长207.17米，须佐飞到球的面前可进行简单的参考，还是由于近大远小。推测这个椭球长轴大于4427.17米，短轴大于3573.74米。好家伙，6道班扔的球最大宽度超过了4公里，4公里相当于操场跑道10圈连起来的长度。普通篮球7号球直径24.6厘米，这个球相当于18000多个篮球的宽，怪不得小樱看了会说これが陸道の力。按照同样的方式，我们以须佐九尾直立形态的手臂为参考系，可算出佐助在终结谷之战中地爆天星直径范围581.35到610.50米之间。博人转打桃式佐助也用了一次地爆天星，单手结印的结果直径只有16.08米。这个球比较小，我猜可能和单手结印有关，也有可能是佐助之前查克拉消耗过大的原因。以上我们盘点了所有版本的地爆天星，然而最大的肯定还是6道版本。按照设定，6道地爆天星可以捕捉万物，最终化为一个星球。鸣佐封印辉夜的球没有参考系，无法直接计算，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球在死球空间里面最终变成了什么。唯一可确定的是，羽翼和羽村封印辉夜的球最后变成了火影现实世界中的月亮。如果火影也通用人类世界的常识，那么这个球的直径就是3476.28千米，这就是最大的地爆天星。我按照施术者、范围、直径、单次释放数量、是否有核心、是否封印成功以及最后的结局等维度，整理了所有地爆天星的全部信息。这张图最后会在动态里面发出来，觉得有用就给 UP 点一下关注呀。火影中最大的地爆天星是月球，羽村为了监视外道魔像，同时也为了和母亲待在一起，最后定居到了月球上。他就是火影世界中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。火影里封印辉夜后，6道仙人创建了忍宗，这开创了忍界的起源。班召唤出的陨石有多大？百科中记录这2颗陨石直径在100米左右，可这2颗陨石的直径真的只有100米吗？我很好奇。要计算画面中陨石的直径，首先要找到参考系。画面中绘图班与2代图影正面站在石柱上，班的身高179厘米，巧了俺也一样。利用班的身高和软件内线的长度的比例，很轻松可以算出班脚下的石柱真实高度为15.46米，差不多5层楼那么高。石柱在这片沙漠中经常出现，且形态相似。当大野木和怀罗托起第一颗陨石时，可以看到这颗陨石的下方就遍布着这类柱子。为了排除掉视距不同带来的干扰，我们选择画面中所有完整露出的柱子。这些柱子有远有近，我们测量出每个柱子在这一帧画面里的线高，再取平均值就表示这类柱子在此帧画面中的平均线高，从而抵消掉视距远近造成的误差。结果可的平均线高为63.56。假设刚才班脚下的石柱真实高度趋于均值，那么这一帧画面中线高63.56可以代表15.56米的真实高度。这一帧画面陨石只露出了下半身，我们描出露出的弧长、弦长和弦高，结合软件内的线高比例，很轻松得出实际弦长为24.94米，实际弦高为88.29米。为求陨石球的半径，我们模拟出一个圆，利用直角公式可以得到陨球实际半径为129.09米，实际直径为258.18米，直径居然有200多米。标准篮球直径为0.27米，这颗陨石的直径竟然是篮球的956倍，体积是篮球的9亿倍。我的天哪！如果把这2颗陨石换成篮球，那得有多大？怕是没有人能打得动吧？要不顶上去，让俺们看看迪达拉的派大星有多大？这个问题你们从去年问到现在，其实我也很好奇。直接研究画面，这团特殊的派大星云由左侧角、中间主体、右侧角3部分组成。由于爆炸过程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影响，可以判断这团云为自由扩散。因此，我提出2个合理猜想：自由扩散应该左右对称，每一部分的横切面是圆形。圆形这一点在爆炸后形成的弹坑可以证明。但是我们描出派大星的轮廓后，发现左侧角明显比右侧角大得多。于是我提出第3个猜想，指出的画面并不是正面的视角，而是类似到这轴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
度后形成的画面，从而导致了左边大右边小的结果。不过这一轴旋转并不会影响中间部分的计算，计算的思路是：第一步由左右曲线建立坐标系拟后方程 x 等于 fy。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怎么拟合非标准曲线的方程。此处我们使用软件 getData， 可以对任何函数曲线自动获取坐标点，甚至我们可以把整个派大星的点都取下来。像这样一共取了651对坐标。动画里小迪曾说自己的艺术爆炸范围半径为10公里，由此可以建立坐标系，并确定 xy 轴的分度值和最值。按照图示方法建立坐标系后，可以生成左右曲线的坐标集合。有了数据点，再通过 MATLAB 的拟合函数 plyfit 进行一点点处理。为保证高精度拟合，我们设置方程阶数为7阶，蓝点表示原始数据，红线表示拟合方程曲线。怎么样，这个拟合效果还可以吧？于是我们得到了左右两条曲线的7次方程。重点说一下算体积的思路，我们在 y 轴取无限小 dy， 这部分无限小圆柱体积为派乘以1/2横坐标之差的平方再乘以 dy， 由积分函数可以求出体积为3476.36立方千米，这就是中间这部分的体积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左右两个角，已知图片是视角旋转后的效果。那么怎么才能得到标准的正视角图像呢？为了大家手里那两个圆圆的东西，我们仿照视频建立一个 3D 模型。注意我做的模型左右角完全一样，经过多次尝试后发现旋转一定角度后，可以让模型的主体和左侧角吻合，但右侧角始终误差偏大。我发现动漫中右角的位置相对左边明显偏低，而左右对称的物体绕这轴旋转后左右高度应该统一。我猜此处可能是作画的问题，也有可能它的确不是一个对称物体，但从均匀爆炸的理念出发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左右对称的派大星。把左边角切开可以得到一个曲面锥体和中间凹陷的连接部分，由 3D Max 统计两者体积比例为 4.67:1， 将曲面锥体描线建立坐标系，按照以上方法程序打点 MATLAB 拟合，再积分可以得到体积为82.46立方千米。由刚才的比例可以算出左侧角总体积为100.12立方千米，由对称性可以得到右角体积，再加上主体部分可得派大星的总体积为3676.6立方千米。咱们的第一长河长江水资源总量9616亿立方米，换算为961.6立方千米，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派大星全部灌满水，需要3.8个长江的水量。算到这里我哭了，大还是你最大呀？艺术就是爆炸。迪达拉的森林艺术有多大？我给出了自己的计算结果3676.6立方千米。不过这是我相信左右角对称得出来的结论，如果你认为不是对称，那么还可以按照上述方法算出新的数据，不过应该不会差距太大。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就要问了，你只算到地上的体积，地下的坑里还没算呀？地下的模型相当于一个大球罐加个小球罐，但已知数据只有大球罐切面直径20千米，通过比例可以算出小球罐切面直径，不过还缺乏两个球罐的高的数据，就是这两个坑的深度，因此地下部分的体积无法计算。今天我们算出了迪达拉派大星地上的部分有多大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同时也解决了大家一直以来私信我的问题。迪达拉回头转身后知道了佐助没有被炸死，但他知道自己的终极艺术究竟有多大吗？要不顶上去让小迪看看鸣人会搓多少种球。除去剧场版中加了其他东西形成的螺旋丸，以及和水门搓的太极螺旋丸和雏田搓的狗粮螺旋丸，动漫中差不多出现了18种丸子。对这部包括各种螺旋手里剑。螺旋丸的命名规则主要有5个维度，第一是按照数量加后缀，2个球叫连丸，3个以上叫多连丸，第二是按照大小加前缀，大一点的球叫大鱼，再大的球叫超大鱼，第三是按照机制加后缀，丸子包接叫西丸，包送叫乱丸，还可以按照属性，按照鸣人当前的模式来区别。好家伙，听说博人传漫画鸣人和九尾已经搞出核聚变模式了。以上的这5种维度排列组合共有810种组合，如果属性考虑血迹限界和血迹淘汰的话，可以搞出2160种不同的名字。现在名字才用10几种，博人传以后的丸子还有2000多个名字可供选择。举个例子，假如菠萝头开了仙人模式，就可以来个仙法、雷顿、超大鱼螺旋多连丸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博人扔出去一堆可以消失的超大鱼，是不是很牛逼？听说博人传剧情以后由岸本来接手了，咱们的这个想法怎么样？要不顶上去让岸本看看。话说在这些螺旋丸中，哪个球搓的最大？画面中看起来比较大的有鸣人的仙法超大鱼螺旋多连丸，自来也的仙法超大鱼螺旋丸，金生水门和基民一起搓的仙法螺旋丸，就是仙人加鸣人九尾加水门九尾搞出来的球。还有就是鸣人和菠萝头一起搓的超漩涡螺旋丸。看这个图片，你们认为哪一个最大？做这个视频之前，我一直以为最大的是超漩涡螺旋丸，结果这个球的宽度相当于9.5个博人，直径13.82米。自来也这集描出纵轴线，用比例算出自来也的球直径为6.52米，这球直接就小了一半。鸣人夺取九尾查克拉时，远距离鸣人身体就是一条小黑线，由此算出鸣人的仙法超大鱼螺旋多连丸直径为16.09米，目前最大。直到我看到了金生父子搓的球，由于九尾本身很大，所以九尾头部的水门就显得很小。确定水门的位置后，可算出此处的螺旋丸直径到了26.79米，直径26.79米是什么概念？盾构机开发直径最大的在17米左右，这个丸子的直径相当于一个半盾构机截面的宽度。那么哪个螺旋丸搓的最小？直接说答案，最小的是博人传中的压缩螺旋丸。菠萝头本来搓的球就只有4.63厘米，已经够小了，打正程式居然又压缩了一次。鸣人者的路线是越搓越大，变大再变大。菠萝头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前是让它隐身，现在是让它变小。我把所有螺旋丸的尺寸、破坏威力都记
计算了一遍，之后我会把这张图发在动态里。有的球可以明确计算破坏直径，比如威力最小的是菠萝头的雷顿螺旋丸，打出了坑目测10到20厘米左右。有的球要么只是针对单一目标，要么是目标抗性太强，无法算出具体的伤害。比如刚才算的直径最大的球，仅仅只是打退了带土，伤害不确定。果然螺旋丸只有在不打人的时候威力才最大吗？威力最大的可能是超漩涡螺旋丸。要问为什么？这个球最后直接冲上太空了。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，我把所有丸子的直径做了个排序，威力由于不好量化，只能定性飞行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动态仔细看看。上次视频我们计算了所有螺旋手里剑的转数，今天我们盘点了所有螺旋丸的尺寸和威力。螺旋丸的系列视频算是做完了，感兴趣的话还望点一下关注呀。这是个喜欢认真下研究的 UP， 希望能给你带来开心。我是最终山下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